冰之阳在场上东瞧西看，时刻观察着所有人的动向。其他人早就知道了他跟米诗岭的套路，如果继续这样走老路，一定会被人抢走。阿杰突然从人群内冲出，冰之内侧用我过渡一下，但巫旅人就从后方冒出，跑的还真是地方呀！我不会让你过去的，凡人！巫旅人由内而外散发着吃定阿杰的自信，在他眼里，阿杰不会有任何发挥的空间。阿杰愤恨不已，这家伙非常难缠，死缠着自己不放。如果到最后还不能突破巫旅人的防卫，自己就什么都做不了。在他思考该如何冲刺的时候，突然横空冒出了一个声音，那就传这边。阿杰没想到，一直没啥存在感的七星竟然这时候发生了，而且他快速跑动，已经冲到空位了。其实七星一直没看懂领和世道的球路，毕竟他们实在太天才了。但是他觉得自己跟阿杰的想法吻合，既然自己跟阿杰差不多，那交给自己应该会多一种选择，所以他才大胆开麦。阿杰很是意外，七星这家伙看到自己有意识的去策应领，所以在附近无球跑动，找机会策应自己。太好了，这样就有机会了。冰之注意到这边的情况，便顺势将球传出。此时突然冒出的七星吸引了巫旅人的注意，趁此机会，阿杰绕到他的斜后方，到他的死角就位。不过巫旅人早就想到了这点，并且完全不把这种小伎俩放在眼里。你是要来这边的？阿杰生气烦躁，再度往反方向跑。七星预感不妙，提醒阿杰快点躲开，巫旅人要伸手了。阿杰下压身体避开了巫旅人伸过来的手，七星踢来的直传球来得正好，巫旅人没想到竟然真的让阿杰给逃掉了。而顺利扰乱对手阵型后，阿杰看到了进球的视野，而且视野越来越开阔了。不过从当前位置射门的话，距离稍微有点远，同时还有天气干扰。但是林已经来了，如果现在可以精准的把球传到他的脚下，那家伙肯定能进球。可是他旁边有一夜盯着，必须是高质量传球才行。当阿杰想着该怎么踢出好球时，世道大喝一声7-1，显然他这是在向阿杰要球。世道和米诗岭都是想进球且有进球能力的优秀前锋，但同时他们也是针锋相对的对手。面对世道的呼喊，阿杰迟疑了半秒。世道现在背对着球门，不是正常的进球位置呀！不，阿杰恍然大悟，世道是想过来策应，让他用2过1甩开前接，创造出射门的路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你吧，这应该就是自己个世道的化学反应吧。世道扣住志雄，用力一拉，最后原地转身，一脚反向旋转的极速弧线球，好球，球进了，比分3-4。世道夸赞阿杰这手助攻打得漂亮，然后以极其烧包的姿势落地嬉笑。阿杰再度被震撼到了。世道在接到球后，顺势起脚射门，球擦着地面往上飞出，而且旋转速度非常惊人。只要有那种能力，在禁区内便无人能敌了。阿杰意识到是自己唐突了，居然还想这样的人互相传球，实在是太天真了。世道一脸轻松样，我是禁区内最强生物哟。和世道不同，七星阿杰累得气喘吁吁，七星忍不住感叹，这人真是个怪物呀。阿杰谢过七星，正是因为七星在自己附近接应，才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促成了刚才的进球。七星非常客气，声称自己只能跟得上阿杰，所以希望阿杰再多多利用他。这种新的联系让阿杰有了信心，只要继续推进就能融入比赛，接下来就该自己进球了。巫旅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不过他也没忘了嘲讽，杰士一，你可是有点作用了呢，真是麻烦。不过只要再突破一次，比赛就结束了。凡人，阿杰深知局势迫在眉睫，要是被他们进球就完了，必须把球夺回来。突然米诗林一脚横过来，插在了他和巫旅人之间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姐，你只会欺负弱者吗？累狗乌鸦，别死盯一个人，来跟我过2招吧。等等，为什么要这么说阿杰？当面说他弱，这不纯纯让他难受吗？巫旅人还是笑呵呵的说自己最讨厌欺负弱小的巨人主义，小心我告你仗势欺人哦，笨蛋！巫旅人一张口就没有不噎人的。阿杰最为气愤，不论是米诗林还是巫旅人都没把他放在眼里，自己再不想办法证明自己就完了。这下换成米诗林和巫旅人面对面交锋了。巫旅人果断上演高速踩单车，左左右右，动作快出残影，让人看不清楚。米诗林聚精会神，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巫旅人一连串的假动作迷惑眼前的米诗林，还直接挥手想把他别开，但是米诗林抬手将他的手臂挡住。巫旅人感觉压力上来了，米诗林看准时机，用力抬起手臂把他的手挡开。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打破自己的护球距离。巫旅人由衷感叹，米诗林确实很厉害，因此他放弃突破，转而去传球。他决定先退一步护住球，毕竟要传球也要看好米诗林的位置。两个人面对面上，然而就在两人你攻我挡的时候，阿杰突然从斜下方切入，一铲子强行抢下了球。巫旅人大吃一惊，他没放在心上的阿杰居然从他和林的死角冒了出来。当然林也很惊讶，谁都没想到他会在这里找机会。拿到球的阿杰决定当场反击，他快步带球和巫旅人拉开了距离。阿杰这一步真的是酷毙了，七星高兴坏了，连连夸他干得漂亮。冰之阳也冒头说可以把球传给他。阿杰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，有七星和冰之阳和他联动，应该可以快速反击。命斑海流有冰之阳阻挠，所以阿杰快速过
过掉了他，但另一位选手一叶已经拦过来了。嘿，此路不通哦！一叶回防的速度非常快，让阿杰有点头疼。不过自己这边也不是孤立无援，七星还在围绕着自己跑动，或许可以利用冰之出色的传球感觉组织进攻。此时阿杰和冰之阳、七星呈稳定三角，在对手的阵型归位之前，他们仨可以慢慢瓦解中场。七星拿到阿杰传来的球，但这一脚实在太险了。虽然球在脚下，但是七星的控球技术有所欠缺，球一直在他那儿被抢走的风险很大，所以他立马把球传了出去。阿杰接球传给冰之阳，这时候冰之阳那边没有人盯防，他本人也自我感觉良好，本以为终于能有进球机会了，但是前方突然闪现出一头红发猎豹，钱切吆喝一声，怎么不注意看前面呢？冰之阳感慨不已，钱切爆马的速度真的很快，快到离谱。乌里人也就是喜欢他这一点。阿杰十分紧张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要在钱切逼近之前，让冰之找到可以射门或者是传球过渡的人。冰之张望四周寻找队友，世道就在不远处，如果是他，应该能拿下这球。世道冲冰之大喊，把球传到球门禁区来。志雄在后面追赶，但他的力量比不过世道，只能被他拽着走。阿杰感觉情景再现了，世道想拿下冰之阳的球，就一定会朝他冲出去，跑到那附近要球。那一瞬间，他的身后就会出现一片无人防守的空间，那是可以凌驾于世道之上的，只属于自己的射门点。阿杰先一步跑过去，冰之紧接着朝世道的方向传球，钱切差一点守住，只能看到球路在空中掠过，甚至还掠过了世道的头顶，这给世道看不会了，难道不是传给自己的球吗？阿杰看好机会，这球是自己的，他和冰之阳完全想到一起了，这就是他想要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厉害了冰之！阿杰上前出脚，球就在那里呀。然而不合时宜的尴尬意外出现了，阿杰伸腿，但是腿稍微短了那么一丁点，踢漏了一脚铲了出去，这就是脑子比脚快的结果吧。气氛有点尴尬，阿杰急了，可恶啊，就只差一步了，明明都看到了，明明都想到了，但是偏偏就差了一点。球场上有失误也很正常，但是阿杰有点怀疑人生了，他反复质问自己，凭我的身体能力还是没法办到。一叶趁着空档补上来踢走了球，好耶，解围！钱切大喊，还没有解围，米士林和乌里人都靠过来了，他们俩现在可真是紧密相连，你拦我，我挡着你，休想自由。但这并没有耽误他们往前推进。乌里人觉得领太难缠了，大骂道：所以我才觉得天才麻烦呢，那你就让开呀，死乌鸦！两个人吵吵嚷嚷，一点都不让。钱切和七星一个喊拦住他，一个喊射门，情况非常激烈。而阿杰此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领一定会赢的，我没办法够到最后一步，那家伙肯定能够到。领确实做到了，他顺利接到球并完成了射门，扳平了比分4-4。七星高兴得快蹦起来，终于扳平了，好样的！刚才争执扭打中，领和乌里人都重摔在地，乌里人起身啧了一声，在射门的瞬间利用我的身体拉拽组织成，然后稳稳地把球踢出去。这都是你早就想好的吧，天才！米士林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还说他是只叽叽喳喳的乌鸦。乌里人知道米士林第一的实力不是盖的，但现在更让他火大的是阿杰的存在。自从阿杰开始发挥作用以后，他们像编了个队伍一样。阿杰总结自己和七星冰之都可以成为领和世道的帮手，既能主张自己能做的事，又能作为一个团队共存。但是这不是他想要的足球，这样还算不上世界第一的前锋。